屏幕前小色节目你们好玩。那么吐槽完超鬼王这个活动之后，哥留多的攻略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。老规矩，先给大家欣赏一下哥留多的点触，还有建模之类的。有一说一，这只式神好看是真的好看啊！就大家骂超鬼王归骂超鬼王吧，就没有必要迁怒到式神身上。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觉醒皮。我个人更喜欢觉醒皮一点啊，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？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各种点触语音。哎，哎呦，这个不能放特写点啊，那刚刚被遮住了。还挺可爱啊，点一下其他位置试试。我们再来听一下中文的点触语音是什么样的啊？纪念我们的相遇时刻。反正就是那种很腹黑的那一种样子啊。这是新的打招呼方式吗？下次不如先握手。目前呢，它暂时没有召唤动画，我们要到正式服上线后才能看到。看完了它的语音还有点触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技能解读环节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面板，面板这边一看就是一个输出型角色的面板。哥留多它是一个以打间接伤害为主的输出。那么实战中它的技能是什么样的呢？我来给大家一一解读。哥留多在实战中有一个叫做花艺的核心机制，就是目前跳跳犬现在头上的这个 debuff 名字就叫做花艺。这个花艺呢，最多可以叠6层。当哥留多攻击拥有6层花艺的敌人的时候，哥留多会额外对敌人造成一次300%的间接伤害。我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攻击6层花艺的跳妹 ，OK， 造成了一段300%的间接伤害。并且这个间接伤害呢，在每一个敌人的回合内只会触发1次。我现在再让哥留多攻击跳妹就不会触发了，而且跳妹的回合会移除6层花艺啊，我们得重新开始叠。而这个花艺的作用呢，除了叠满6层之后，哥留多会额外造成一次300%的伤害以外，还有2个。一个是每层花艺会减疗10%，但是这个对怪物是不生效的。另一个就是哥留多攻击拥有6层花艺的目标的时候，无视对方180点的防御。这就是花艺的3个作用的总结啦。那么这个核心机制花艺 debuff 应该怎么叠加呢？它一共有4种叠加方式。普攻会为敌方叠加1层花艺。哥留多受到伤害会为伤害来源叠加2层花艺，大招会对指定目标叠加2层花艺，最后释放大招会为指定目标附加诛戮蝶，然后哥留多攻击拥有诛戮蝶的敌人的时候，为敌方全体叠加1层花艺。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几个叠加方式。首先，哥留多的普攻会叠加1层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大招，释放大招会对大招的目标叠加上2层，并且呢附加上1层诛戮蝶，然后呢攻击到诛戮蝶的单位又叠加1层，所以一次大招可以对目标叠加3层，然后对其他的目标各叠上1层，很简单易懂吧？最后哥留多只要受击就会对攻击他的目标叠加上2层，这就是他所有叠加花艺的方法。至此，它的核心机制花艺就跟大家讲完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还没讲到的东西。现在看它的大招的主动效果啊，它的大招主动效果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对指定敌方目标造成350%的间接伤害，然后对其余的敌方目标造成195%的间接伤害。说白了，这种伤害模式就跟天照和阿修罗挺像的啊，你可以把它当做剑伤天照或者剑伤阿修罗来看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有3个效果没有讲到。第一个效果，附加诛戮蝶时获得30%的减伤，持续2回合。
第二个效果，它可以给自身的剑伤自拐50%的伤害。第三个效果，朱鹭蝶地 buff 呢会让目标造成的伤害降低40%，但是对怪物是无效的。好的，至此它的所有技能就跟大家讲解完毕啦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战环节。实战的话，它斗技里能不能用呢？说实话，我个人看不太出来，毕竟它还是有几个斗技 tag 的。就比方说这一个朱鹭蝶 buff 会让敌人造成的伤害降低40%，还每层花艺还自带10%的减疗啊。所以斗技具体好不好用呢？大家到时候可以等饭宝、歌宝还有音宝他们给大家测试。我这边呢给大家说一说 PVE 相关的东西。刚刚我也说了，大家可以把哥留多这只式神类比为剑伤的天照或者剑伤的阿修罗。那既然走的是剑伤路线啊，间接伤害它是不会触发御魂效果的，所以在短线的 PVE 副本里，哥留多肯定是上不了场了。而我们的思路是利用这一个间接伤害对防御为0的敌人必定暴击的特性，看看他能不能在长线 PVE 副本里有什么就业岗位。顺着这个思路，我得出了以下配对。主 C 位置我们选择哥留多，一些娜美还有寻香型2个人呢，负责给对面的怪物破防，尽可能的把对面的怪物的防御力降到0。然后千机屠佛千机是作为一个打火机的作用啊，火灵元劫神呢是给哥留多增伤以及给哥留多额外回合的。那至于哥留多的御魂应该怎么带呢？由于哥留多它是一个走间接伤害路线的式神，所以大部分的御魂都和它不适配，只有像类似于海月火玉、冰主部以及镇墓兽这种强制增伤类的御魂呢才对它生效。而这些御魂我个人最强推的是冰主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冰主部可以让哥留多自带一些无视防御力的 buff。根据我的测试，在你的队伍里又有娜美又有寻香型来帮他破防，并且他自身还带着冰主部的情况下，那么只要那个怪物的防御力不超过950，我们就可以把对面所有怪物的防御力给无视到0。这样的话，哥留多就不用带任何暴击率了。多说无益，这边给大家打一场全程3分钟的实战看看。我们元劫神标记哥留多啊，秦明我就所灭了。哥留多开局的时候，他其实可以小普攻一下啊，不然有可能会断一次火。我等一下让他普攻一下，这一次普攻之后，他就能一直锁3技能了。好的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差不多2分钟的时候，对面的防就被破完了。现在暂时还没破完啊。好的，我们看看现在能不能打出全暴击。看见没有？这就全暴击了啊！对面是950点防御力，然后呢，根据我的测试，只要高于950点啊，我尝试打了1000点的达摩，1000点的达摩就不行了啊！1000点的达摩要到1分钟之后啊，才有可能打出全黄字，这个就没啥意义了。那1分钟之后了，你伤害肯定是比不过那些直伤式神的。所以大家只要记住，冰主部哥留多要打那种950防以下的副本才是比较好用的。现在我给视频放一个快进，看看3分钟之后冰主部哥留多能对950防的达摩造成多少伤害吧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最后的伤害是多少。最后的伤害是5200多万啊！我来评价一下，
对950防的达摩3分钟能造成5200万的伤害，这个实力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啊！并且我跟大家实话实说，如果光论这个花艺叠起来之后它的这个伤害系数啊，那肯定已经比天照高了，毋庸置疑的。但是它是打不过天照的，为什么呢？同样是刚刚那个950防的达摩副本，我这边其他辅助队友都不要变，我把主 C 换成这个狂骨土蜘蛛的天照，你猜猜最后打了多少？最后打了6500万的伤害，整整比刚刚的兵主部哥留多高出了1000多万的伤害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哥留多明明叠起来后系数比天照高，但是却打不过天照呢？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，哥留多的3技能动画太慢了，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原因，不知道后面官方会不会加快。第二个原因啊，那就是土蜘蛛实在是太无敌了啊！天照除了自身的伤害高以外，土蜘蛛炸出来的伤害也会占很高的一部分，而哥留多他作为一个剑伤之神，他无法触发土蜘蛛，在这一点上就非常吃亏，这就导致了哥留多打不过天照。然而你先别急啊，这一次策划在超鬼王里面加入了非常多不吃土蜘蛛的鬼王，也就是说逼着你用哥留多，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啊。不过呢，这一次哥留多并没有加入特工式神，也就是说这一次超鬼王大家也没有必要去用哥留多。比方说今天你用龙诀啊，明天你用灵鹿御前，后天用大蛇，大后天孔雀明王，然后呢最后2天，一天用炎灵，一天用祭就完事了啊！想用哥留多的小伙伴们可以用它试试水，不想用的呢就继续用特工式神就完事啦。接下来再解决大家一个疑问，刚刚我给大家演示了兵主部的哥留多，我们也知道了兵主部哥留多它可以打那种950防御以下的副本。那么如果我们不用兵主部，比方说我们用海月火域哥留多打呢？经过我的测试，如果我们不带兵主部的话，那么我们要保证对面的副本防御力在625以下才能做到次次暴击、次次黄字。如果高于625啊，那我们破防要破好久好久。高于625就不推荐用非兵主部的哥留多去打了。然而您猜怎么着啊？在这种低于625防御力的副本中，我们阵容还是不变，哥留多我这边用的海月火域，天照依然用的是土蜘蛛狂骨啊。最后测出来哥留多还是打不过天照啊，就土蜘蛛实在是太强了，你们明白吧？总之，目前哥留多在长线 PVE 里的定位呢，就是数值确实是比天照高，但是呢，各方位都有点吃亏，主要是吃了间接伤害的亏啊。更何况，如果对面的防御力达到了1000以上啊，那你兵主部哥留多也白搭，你就更比不过天照了啊。所以目前看来，我感觉哥留多是一张长线策略卡。如果对面的超鬼王有那种免疫土蜘蛛的 buff 啊，或者说对面的超鬼王有那种非常恶心的御魂在身上，我们就可以用哥留多的间接伤害来不触发御魂效果，来打得更爽啊。以上就是对哥留多 PVE 长线的一个总结了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啊。还是那句话 ，PVP 的话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其他主播的。然后这一次超鬼王啊，实在是做得太烂了。后面几天这个超鬼王我真的不想玩了啊，大家也不要强迫我去玩了。说实话，做这几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心里都还挺难受的，就如鲠在喉的那种感觉。再怎么说，希望官方能够认识到这一点，真的改一改吧啊！好，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见。